曾经的国漫鹅厂一家独大，但随着其他几大平台的加入，2025国漫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从玄幻修仙到权谋武侠，再到科幻末世，各种各样的题材和精良的制作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接下来，豆豆就带大家盘点一下目前最受关注的20部佳作。第20名，云深不知梦。作为首部女性复仇题材的国漫，《云深不知梦》一经播出，就以新颖的定位和精美的画面特效吸引了大批观众。故事讲述了女主云望舒在大婚之日遭爱人背叛，全族被灭。她与神秘的罗艺格达成换心之契，化名西河，蛰伏归来复仇。云望舒美强惨又不恋爱脑的大女主设定，满足了众多女性观众的需求。但整部剧在剧情逻辑上还是有不少硬伤，人物塑造也比较单薄。第19名，神印王座。自开播以来，神印王座的口碑呈现两极分化，早期剧情拖拉，后又因为低龄化的原创剧情受到批评，最终豆瓣评分稳定在中等水平的 6.7。神印王座的战斗场景特效出众，龙浩辰的光明之子形象也十分立体。虽然被很多人戏称是恋爱王座，但它已然是腾讯国漫年番的稳定作品。第18名，诡秘之主。改编自爱潜水的乌贼的同名小说，故事背景设定是在灰雾之上的神秘大陆，主角周明瑞穿越到异世界，卷入神秘阴谋。动画在视觉呈现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高度还原了小说中的诡秘氛围，但由于节奏过快，铺垫不足，各种设定依赖片头文字说明，让非原著党理解困难。部分画面帧数过低，动作戏有些生硬，能看得出制作方的野心，但还需要下不少功夫才行。第17名，火凤燎原。火凤燎原第一季豆瓣评分高达 8.7， 改编自三国题材的漫画，它对三国故事进行了大胆的改编和扩展，让观众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三国。在人物上，它也打破了传统三国的刻板印象，无论是反派还是一些无名小辈，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虽然动画时长受限，有的情节发展过于仓促，但依旧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第16名，斗罗大陆2绝世唐门。绝世唐门的故事发生在史莱克七怪飞升神界1万年后，主角霍雨浩在升级打怪时和唐三女儿的各种复杂感情。斗罗2比斗罗1的成绩逊色很多，更是被众多网友批为恋爱大陆。好在最新剧情中特效和情感刻画的都不错，口碑比起之前还是好上不少。第15名，诛仙。诛仙第3季开播后便登顶腾讯动漫榜，这一季主要围绕兽神复活、鬼力复仇和救赎展开。相比前2季，这一季的特效和建模都有所提升，但因为商业原因，必要加了不少逻辑混乱的戏份，最终结局又和原著不同，被迫魂飞魄散，导致不少粉丝十分不满。第14名，星辰变。自18年首播以来，星辰变第一季豆瓣评分高达 7.6。星辰变以晴雨的成长为主线，构建出一个宏大完整的世界观，曾经一度被网友大赞是良心国漫，但后续几季因为制作波动和节奏问题，不断遭到观众吐槽。神界篇开播后热度有所回升。第13名，画江湖之不良人妻。不良人第7季以漠北篇为主线，讲述了漠北王后策划四月会，李星云率不良人与4大师组合作对抗漠北势力。和前6季一样，第7季在建模和画面上丝毫不拉胯，但剧情逻辑混乱，战力体系崩塌，节奏拖拉。虽然很多人说这一季是过渡季，但相比前几季豆瓣 9.0 的评分，这一季直接下滑到 6.0， 创下整个系列最低评分。第12名，斗破苍穹年番。曾经的3年之约被多少人夸，现在的年番就有多少人骂。眼看他建模越来越敷衍，打斗越来越儿戏，场景越来越拉胯，一句失望已经不足以形容一路追到现在的心情。之前因为魔改美杜莎怀孕的事，官方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好不容易玄黄要塞篇潇潇出现了，但却是一个一整集都只会啊和哭的潇潇。照理来说，这个年纪也会认人会说话了呀，一句娘亲和爹地就那么难说出口吗？第11名，斩神。斩神改编自番茄小说《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讲述了少年七叶因目睹炽天使失明，而后被送入诸神精神病院，觉醒了超能力，凡尘神域，成为守夜人，对抗神明入侵的故事。整部剧融合了东西方神话，制作方面也特别顶，可以说是非常期待第2季。
第10名，遮天。遮天改编自陈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主角叶凡因九龙拉关穿越到北斗星域，从此踏上修仙之路的故事。制作上，遮天的特效大体上没什么毛病，一些名场面也高度还原，视觉效果堪比电影水准。但很多原著党对动画魔改剧情十分不满，前期剧情拖拉，节奏慢，缺乏爽点。好在最近有变好，希望制作方能用心对待这些好作品。第9名，师兄啊师兄。师兄自首播以来可谓是口碑热度双丰收。他讲述了重生在封神时代的男主李长寿以狗剩为核心人设，践行低调求生的生存哲学。作为玄机出品的作品，师兄在场景特效上都不错， Q 版形象和小纸人的设计也很有趣。这部剧的毛病也依旧是大部分国漫的通病，剧情把控不行。希望后续剧情中师兄能够好好把握原著的精髓和动画节奏，避免沦为稳健但平庸的作品。第8名，吞噬星空。吞噬星空讲的是主角罗峰从地球普通武者一步步成长为宇宙强者的故事。他融入了东方武者精神和未来科技，但说它是科幻动漫，体系却依旧是玄幻修真那一挂的，各种战力体系混乱，再加上有些情节魔改，这些硬伤让观众们都十分不满。第7名，完美世界。自从做成年番后，完美世界的口碑一路下滑，被众多网友吐槽每集都是打打杀杀。最近或许是被其他平台崛起的国漫刺激到了，官方对完美世界的制作十分上心，最新几集的画面特效堪称炸裂，甩隔壁的斗破 N 个18条街。但在剧情方面，编剧还是得努力。第6名，苍原图。苍原图是以人族与妖族对抗的玄幻世界为背景，讲述了主角孟川为母复仇踏上征途的故事。在这一路上，孟川收获了很多纯真赤诚的友情、爱情、亲情。苍原图融合了传统水墨和现代 3D 技术，画面极具冲击力，插曲野草也和剧情配合的堪称天衣无缝。激昂的旋律是孟川不屈的呐喊，诉说着他对命运的抗争。想必不少小伙伴是从这一幕入坑的，简直太帅了。第5名，剑来。剑来以主角陈平安的成长为主线，自开播以来，剑来的口碑两极分化严重，原著粉普遍认可动画的高还原度和精良制作，但很多观众则觉得动画叙事太过晦涩，节奏也走得比较慢，在腾讯属于叫好不叫座的典型。第4名，牧神记。牧神记开播首日就登上 B 站多个榜单第1，豆瓣评分高达 8.7， 称得上是暗黑国风热血题材的国漫代表作。它讲述了主角秦牧在残老村的成长，9位身怀绝技却又残缺的老人培养秦牧修炼霸体，而后一步步揭开他的身世，虚界与神界对立的真相。这部剧剧情节奏不拖拉，人物塑造立体，配角的形象也十分鲜明，是这2年难得的好作品。第3名，凡人修仙传。作为 B 站扛把子的现象级作品，凡人一度被称为国漫之光，国漫中的6边形战士。凡人讲述了韩立从一介凡人一步步成为修仙界强者的故事。韩立一路走来十分谨慎，步步算计，这种非传统爽文的开挂模式也引发了不少观众共鸣。虽然也有不少剧情比较拖拉，少部分角色塑造失衡，但凡人总体依旧远高于同类动画。第2名，玲珑第2季。玲珑第2季前几天已经完结，单集最高在线观看人数高达93万，创国漫新高，而这还是 B 站的大会员观看数。第2季延续了第1季的末日世界观，剧情围绕马克在龙骨村激发潜能展开。龙骨村充满了烟火气息，与冰冷压抑、等级森严的灯塔截然不同，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照，也引发了观众对自由和秩序、人性和尊严的深刻思考。第1名，仙逆。仙逆从开播的全网零宣发一路爬到了云和第1，堪称2025最大的黑马。虽然最近深陷纯爱风波，但数据依旧十分扛打。想当初3集灭门，10集化神，快到观众们生怕一个不留神就跟不上节奏。王麻子性格冷酷，行事果断，被称为国漫最狠男主。这种有点魔道风格的男主在同类作品中也比较独特。仙逆剧情上也砍掉了很多繁琐的支线，爽点和泪点并存。其实前3名都纠结了很久，因为在我心中他们3目前是并排的。小伙伴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说一下你们心目中的前3。好啦，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